今天早上我醒得比闹钟早，不是被什么吵醒的，是被一张清单压醒的。那张清单不在床头柜上，不在手机备忘录里，它长在我脑子的某个后台，24小时不关机的运转。我妈这个月的体检还没约，我爸上次打电话语气不太对，但没追问。同事丢过来的方案今天必须给反馈。朋友上周说了句最近有点丧，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接住。房贷这个月又到了扣款日。还有那个微信群里永远在@我帮忙拿主意的前同事。我躺在床上，身体是沉的，好像整个人被什么东西按在床垫里。你猜怎么着？那一刻我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我好累，是我还有哪件事没想到。我在害怕遗漏，我在担心我漏掉了某个人的需要，某个人的期待，某个该我兜底的事。我甚至不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发愁，我在为所有人的人生上班。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那今天这40分钟可能不是给你的。但如果你刚才听到那句话的时候，身体某个地方微微紧了一下，那你可能就是那种人，那种大家都叫你靠得住的人，那种别人遇到事第一个想到的人，那种从小到大被夸懂事让人放心的人。你以为这是夸奖，你撑着他走了很多年，但今天我想和你聊一件事。你肩上现在扛着的那些东西，有多少一开始就不该由你来背。我不打算用一句温柔的开场来哄你，温柔你已经给了太多人了。今天我想对你诚实一点，诚实到你可能会有点不舒服。我前几天看到过一份数据说，美国有近90%年轻人有过为情绪价值付费消费的经历，接近一半的人说花那笔钱是为了缓解压力焦虑。换一种更直白的表达，我们这一代人焦虑到开始花钱买一点点喘息的空间。但有一种焦虑，花钱买不到解药，因为那个焦虑的来源不在你的工作、你的银行卡余额、你的未来规划里，它在一个你从来没想过要审视的地方。你对别人的人生介入太深了，你帮爸妈做决定，你替朋友扛情绪，你在职场上接住每一个被丢过来的球，你在家庭里是那个永远不被允许说我也不行的人。你把所有人的重量背在身上，然后管这个叫爱，管这个叫责任，管这个叫我不做谁做。扛别人的天是善良，知道哪片天该还回去才是清醒。我想跟你说一句可能有点冒犯的话，你不是太有责任心，你是太怕失控。你之所以什么都揽在自己身上，不全是因为你善良，有一部分原因是你不相信你放手之后事情还能好好运转，你不相信别人能处理好自己的生活，你不相信你不在场的时候天不会塌，更深一层，你不相信你不有用之后还有人需要你。你把被需要当成了存在的凭证，你靠帮别人来确认自己还有价值。如果今天所有人突然都不找你了，不依赖你了，不需要你兜底了，你心里有一个声音会慌。那个声音说的不是太好了，我终于自由了，他说的是那我算什么。你看，这才是真正沉的那块石头，不是别人放在你肩上的，是你自己放的。你放了很久很久了，久到你忘了它是你放的，久到你以为那是你身体的一部分。圣经里有一句话，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愣了几秒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他接着说了一句更耐人寻味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段话出自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30节。很多人把这句话当安慰贴，觉得这是耶稣在说来吧，我帮你扛。不完全是，你仔细看他的措辞，他没说你不用背任何东西了，他说的是我的轭是容易的。他在告诉你有一种担子是属于你的，那种担子你背起来会觉得合身，不磨肩膀，走得动。而另一种担子，它根本不是照着你的骨架设计的，你硬扛，扛得头疼背疼心疼，还觉得是自己不够强。那种疼不是因为你弱，是因为那副担子从头到尾就不属于你。他在做一件事，帮你分辨哪些重量是你该走的路上自带的，你走得动的分量，哪些重量是你从别人的路上捡起来硬扛在自己背上的。前者你走着走着会发现越走越轻，后者你走着走着两条腿像灌了水泥。
你是哪种？我打一个可能不那么属灵的比方，你有没有用过那种老一点的手机，用了2年之后开始卡，打字的时候字跳半天才出来，打开一个 APP 要转3秒，电量从60%直接跳到15%，你觉得这手机是不是该换了？然后有个懂技术的朋友帮你看了一眼，他说手机没坏，你后台同时开着41个应用程序，你3个月没清过缓存，有10几个 APP 你半年没打开，但他们一直在后台默默跑着，默默吃你的电量，默默占你的内存。你的手机不是老了，是它在替你同时运转41件不属于它此刻该处理的事。关掉那些后台，它立刻就快了。你也一样，你现在的疲惫，你的失眠，你那种说不上来的烦躁，你对热爱的东西渐渐失去胃口，你心里那种闷闷的堵，不一定是因为你脆弱，也不一定是因为你信心不够，更不一定是因为你的人生出了什么大问题，有可能你只是后台开得太多了。你在同时运转着自己的前途焦虑、父母的健康担忧、伴侣的情绪需求、朋友圈每个人的近况对比，一份也许不喜欢但不敢辞的工作，一段也许该放手但不忍心断的关系，一个也许已经不适合但还在硬撑的承诺。你从来不允许自己关掉任何一个，因为你觉得关掉就是不负责任，关掉就是冷漠，关掉就是对不起谁。但你的电池已经从60%直接跳到15%了。你上一次觉得自己是满电状态是什么时候？你可能记不起来了。我今天想做的事很简单，我没有什么大道理要讲，我想花接下来这段时间和你一起打开后台管理器。我想借几个你可能从来没听过的故事，帮你看一看你身上那些重量，哪些是路的一部分，哪些是你从别人的行李架上顺手拿下来一直没还的。我想让你看见一个你很少被允许看见的事实，放手不是自私，有时候死死攥着不放才是。你攥着别人的重担不松手，不是因为别人离不开你，是因为你离不开被离不开的感觉。这句话如果刺到你了，别关掉，留下来，后面的东西会让这根刺变成一把钥匙。现在我想先跟你聊一个人，摩西。如果你对这个名字有印象，你可能知道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，他把一整个民族从奴役中带了出来。你可能也知道他分开红海，颁布10诫，这些你都听过。但我今天想讲的不是他那些高光时刻，我想讲他差点把自己累死的那一天。事情记在出埃及记第18章。那个时候的摩西刚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场出走，他带着几百万人穿过了旷野，活着过来了。按理说最难的部分结束了，但他停不下来。每天从天亮到天黑，以色列人排着长队来找他。这个人和邻居吵架了，来找摩西；那个人家里出了问题，来找摩西；有人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来找摩西。所有的纠纷，所有的困惑，所有的决定，全部堆在他一个人面前。他不敢离开，他觉得如果他坐下来歇一会儿，整个民族就会停摆。你猜他怎么撑的？他就那么坐着，从早到晚，一个人处理所有人的事情。然后他岳父来了，他岳父叫叶特罗，这个人甚至不是以色列人，他是个外族祭司，从远方来探亲的。叶特罗来了之后没有马上说话，他就站在旁边安安静静地看了一整天，看摩西审案子，看人群排到看不见尽头，看摩西的脸一点一点绷紧，看天渐渐暗下来，人还没散。傍晚的时候，叶特罗开口了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不长，但比任何赞美和安慰都重。他说，你这样做不好，你必疲惫，你和这些百姓也必疲惫，因为这事太重，你独自一人办不了。你仔细品一下这句话的语气，他没有说你好辛苦，我心疼你，他没有说哇你好厉害，一个人扛这么多，他说的是你做错了，不是因为你能力不够，是因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的。一个人扛所有人的天不是勇敢，是一种秩序的混乱。叶特罗看见了摩西看不见的东西。摩西站在局里面，他以为自己是在负责，在尽忠，在做该做的事。
但局外面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你不是在负责，你是在燃烧。而且你不仅在烧自己，你连身边的人都一起拖进了这场不必要的透支里。你有没有一个叶特罗？有没有一个人不是来帮你扛，而是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平平静静地说，你这样不行，你会倒的。如果有，你大概率没有听进去，因为你心里的第一反应是你不懂，我不做，谁做？如果还没有，那今天这段音频也许就是你的叶特罗。我不是来帮你扛的，我是来站在旁边看了你一会儿，然后告诉你，你可以放了那些不属于你的重量，放了它们，天不会塌。你的肩膀上空出来的地方不是空洞，是上帝要你留给自己的空间。你的手攥得太久了，指关节都僵了。我们今天不用一下子全松开，先松一根手指就一根。要先松手指，你得先知道你攥的是什么。我遇到过太多人，你问他你累不累，他说累。你问他累在哪里，他说不上来。那种疲惫像一层薄薄的雾，覆盖在一切事情上面，但你伸手去抓不到一个具体的东西。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把它摊开来看过，你只是一直在背着一个包裹叠一个包裹，你甚至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了。你只知道肩膀沉，膝盖疼，脚步越走越慢。我想帮你拆一个包裹，就一个，今天只拆一个。这个包裹的名字叫别人给你穿的衣服。我说的不是你身上实际穿的那件，我说的是那些角色，那些身份，那些你被默认塞进去的壳子，家里的顶梁柱，最懂事的那个孩子，团队里最靠谱的人，朋友圈里那个永远能给建议的人。这些身份你穿了多久了？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身份是你自己选的，还是别人替你量的尺寸，替你挑的布料，替你缝好之后直接套在你身上的？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，你之所以走不动，不完全是因为路远，是因为你穿着一套不合身的东西在赶路。圣经里有个场景写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，故事你可能知道一个大概，一个少年，一个巨人，一块石头，传了几千年，很多人把它讲成一个励志故事，弱小战胜强大，勇气战胜恐惧，这些都没错。但我今天想聊的不是那块石头，我想聊那少年上战场之前发生的一件事，一件很多讲道从来不展开的事。当时以色列的国王扫罗决定让这个少年去应战，但扫罗看他太年轻，太瘦，太单薄，于是扫罗做了一件好心的事，他把自己的战衣给少年穿上，铜盔、甲胄、佩刀，一整套国王级别的装备。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一个在山坡上放羊的少年，身上被套了一层又一层的铁片和皮带，头盔压着他的额头，甲胄垂到他的膝盖，佩刀拖在地上。经文说了一个细节，少年试了试，他没有立刻拒绝，他真的试了。他穿着那身东西走了几步，转了转身子，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我穿戴不惯。他把它们一件一件脱了下来，铜盔脱了，甲胄脱了，佩刀脱了。他走到溪边，弯腰从水里捡了5块石头，放进牧羊人的皮带里，然后他朝着巨人走过去了，空着肩膀，两手轻轻的，皮带里的石头叮当响，那是他自己的声音。你知道我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了什么吗？我看到的不是勇气，我看到的是一个少年做了一个这世界上最难的动作，他脱掉了权威给他穿的衣服。那身战衣是国王给的，是好意，是保护，是为你好。你拒绝它，意味着你在拒绝一种善意，一种认可，一种大人觉得你应该有的样子。这种拒绝是需要底气的，多少人一辈子都做不出来。你爸妈希望你考公务员，你觉得不适合，但你去了，那是一套别人给你穿的战衣。你的领导觉得你应该做管理岗，你更喜欢做技术，但你接了，那也是一套。你的伴侣觉得你应该更强势一点，更拿得出手一点，更像一个能扛事的人，你把自己掰成了那个形状，又一套。你穿了多少套别人给你的战衣？你试了试，你觉得重，你走不动，但你没有脱，因为你怕脱掉之后
他们会失望，你怕脱掉之后显得你不识好歹，你怕脱掉之后你站在旷野里什么都没穿，风吹过来的时候只剩下自己，这对很多人来说比面对巨人还可怕。可那个少年偏偏选了只剩下自己，他选了5块石头，不是宝剑，不是盾牌，不是任何人觉得他应该拿的武器，是他在山坡上放羊的时候就用惯了的东西，是他最熟悉的，跟他的手最贴合的，他闭着眼睛都能丢准的5块河边的石子。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，1块石头就够了。但重点从来不是那块石头厉害，重点是他选了做自己。他没有穿着别人的壳子去打一场不像自己的仗，他拒绝了那套看起来更安全、更体面、更正确的方案，选了一个所有人都会觉得荒唐的方案，赤手空拳，5块石头，一个牧羊人的皮带。荒唐的是世人的眼光，合身的才是对的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？因为你现在身上穿着的那些东西，那些靠得住的人设，那些我来兜底的承诺，那些我不做就没人做了的信念，他们很可能就是你的扫罗战衣。他们不是不好，他们只是不是你的。你穿着他们走了好久好久，久到肩膀上磨出了茧子，你管那个茧叫成长；久到胸口被甲片压得喘不上气，你管那口气叫还能撑；久到佩刀拖在地上发出声响，你以为那是你自己的脚步声，但那不是你的脚步声。你自己的声音是什么样的，你多久没有听到了？如果脱掉所有别人套在你身上的角色和期待，站在镜子面前，你还能认出自己吗？这不是在说你要变得自私，这不是在说你要抛下责任，这是在说你得分清楚哪些责任是你脚下的路自带的，哪些是你从别人脚下的路上捡来的。前者会带你到达远方，后者只会把你按在原地。好，我再给你讲一个小1号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藏在约翰福音第6章。很多人都知道5000人吃饱的那个神迹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个神迹的起点是一个几乎没有台词的角色，一个小孩。那天耶稣在野外讲道，来了几千人。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人群饿了，门徒开始慌，这么多人去哪儿买吃的？买得起吗？够分吗？他们的脑子里全是算术题。然后其中一个门徒说了一句话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，还算什么呢？你品品这句话的语气，还算什么呢？这说明他算过了，他心里有一个计算器，5000个人5个饼2条鱼，答案很清楚，不够，差得太远了，连零头都算不上。这就是你脑子里那个声音，对不对？每次你想放手一件事的时候，那个声音跳出来说，你手里就这点东西，你放了之后怎么办？不够的，差太远了。那个孩子没有说话，经文没有记录他的台词，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不知道他几岁，不知道他是什么表情，我们只知道一件事，他把他全部的午饭交出去了，5个饼2条鱼，那是他一整天的口粮。他交出去的时候没有留后路，如果接下来什么都没发生呢，那他今天就要饿着肚子回家了。但他交了，他没有说让我先留2个饼在身上以防万一，他没有说等我确认一下这样做有用我再给，他什么条件都没有谈。他把5个饼和2条鱼递出去，就像把攥了很久的拳头松开一样。后来的事所有人都听过了，5000人吃饱了，还多出来12篮碎饼。但这不是今天我想跟你说的重点，重点是那个孩子交出去的那一刻，他不知道会发生神迹，他不是因为确信会有好结果才松手的，他只是把自己有的东西交出去了。够不够的问题他没有试图回答，他把那个问题一起交了出去。你能做到吗？你能不能把你手里那个够不够的计算器也交出去？你能不能允许自己说一句，我手上就这些了，剩下的我不管了？那不是认输。如果你手里只有这一点点，那就把这一点点摊开吧。够不够的事从来不应该由你来回答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在想道理我听了很多，故事也让我感动了3秒钟，但你让我放手，
我放不下来，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对，我知道，因为放手这件事最难的部分不是动作，是那个动作完成之后的30秒。你松开手的那30秒里，你的脑子会炸出一连串画面。如果我不管了，他们怎么办？如果出了问题是我的责任吗？如果别人觉得我变了怎么办？如果我变成了一个不靠谱的人怎么办？那30秒钟里塞了一辈子的恐惧。当我想让你安静下来想一想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你怕的不是别人会倒下，你怕的是，如果别人没有倒下呢？如果你放手之后，他们自己也能好好的呢？如果你不扛了，天居然没有他呢？那才是你真正害怕面对的画面。因为如果天没有他，就意味着你不是不可替代的。你扛了这么多年，也许根本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必要。这个念头太疼了，疼到你宁可继续扛下去，也不愿意验证它。你用我不能放来逃避，也许我没那么重要。你用忙碌来填一个关于自我价值的洞。你把所有人的需要当成砖头，一块一块垒在自己身上，然后管这堵墙叫我的价值。但那不是你的价值，那是你的牢房。你的价值不是你替别人扛了多少，你的价值在你呼吸之前就已经定了，在你有用之前就已经写好了，在你还没来得及做任何一件事证明自己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一双眼睛看着你，说这个人我要了。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说了一句话，那句话的力度比表面看起来要猛得多。他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你看清楚后半句了吗？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他没说因为你们够努力了，他没说因为你们表现得好，他没说因为你们是有用的人，他说的是因为他顾念你们，句号，无条件，不需要凭证，不需要你先证明你配得上被顾念。他顾念你，所以你可以放了那些东西，不是因为那些东西不重要，是因为顾念你的那一位比你手里攥着的所有东西加起来都大。你把东西交给他，不是因为你怂了、认输了、没能力了，是因为有些东西本来就该回到那双比你大得多的手里。就像那个孩子交出5个饼和2条鱼，他的手空了，但他的肩膀第一次是轻的。你今天不用做什么大动作，不用辞职，不用跟谁摊牌，不用发一条朋友圈宣布从今天起我要为自己而活，那些太大了，大到反而会把你吓回原地。你只需要做一件小事，今天回去之后安安静静坐下来，拿张纸把你最近脑子里转的所有事写下来，不用写得工整，想到什么写什么，然后看着那张纸，拿一支不同颜色的笔，把那些本来就不应该由你负责的事情画一个圈。你会发现纸上超过一半的内容都被圈起来了。那些被圈起来的东西，就是你身上那件湿透的大衣，就是扫罗给你穿的战衣，就是你手机后台那41个不该跑的 APP。 你不用今天就关掉所有的，先看见他们，先承认他们不是你的，先允许自己说一句这件我穿够了。说出来的那一刻，你的后背会松一块，就那么一小块，但那一小块松开的地方是风能吹进来的地方。风吹进来之后会有一个反应，你的身体会抖一下，不是冷，是那种被密封了很久的皮肤突然接触到空气的感觉，有点痒，有点不习惯，有点想把衣服重新拉紧。放手之后的头3天，你大概率会很不舒服。我跟你说实话，不是那种哇终于自由了的轻快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空落落。你会手足无措，你会在习惯性想帮别人的时候忍住了，然后不知道自己该干嘛。你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变冷漠了，你会有一种我存在的意义被抽走了一块的失重感，因为你的肌肉已经记住了负重的姿势。你弯了那么久的腰，突然挺直的时候，脊椎会疼，这是正常的。疼不代表你做错了，疼是因为你在从一种错误的姿势里恢复。疼是身体在说，哦，原来站直了是这个感觉，我好久没站直了。我在准备这期内容的过程里，有一个晚上自己坐了很久，不是在写稿子，是在对着电脑屏幕发呆。
因为我发现我写的所有这些话，每一句都在戳我自己。我也是那种人。朋友来找我倾诉的时候，我不是听完就完了，我会跟着他焦虑，他的问题变成我的后台程序之一。他走了，问题没走。别人说你好会安慰人的时候，我笑了笑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的安慰是有代价的。我把他的情绪搬了一份到我身上。工作上有人不想做的事，我会很自然地说我来吧，不是因为我喜欢做，是因为我受不了看到事情掉在地上没人捡。我宁可自己累一点，也不愿意忍受这件事没人管的那种焦躁。家人有矛盾的时候，我是中间那个人，我两边都听，两边都劝，两边都替对方解释，最后所有人的气都消了，但我心里堵了一团东西，不知道往哪儿吐。我以前觉得这是性格，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后来我明白了，这不是性格，这是瘾。对，我用了这个词，瘾。被需要是一种瘾，跟任何一种瘾一样，它给你短暂的满足，长期的透支，以及一种你不愿意承认的事实，你离不开它。你帮了别人之后的那1-2个小时，你的情绪是高的，你觉得自己有用，你觉得自己被认可了，你觉得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好了那么一点点，然后那个感觉退潮了，你又空了，你又需要下一次被需要来填。这个循环你跑了多少年了？我跑了差不多15年。写到这里我有点想笑，不是觉得好笑，是那种原来我也在这个坑里的苦笑。所以你放心，我今天说的这些话不是站在高处往下讲的，我坐在你旁边，我身上也穿着那件湿大衣，我也在一件一件的脱，有些我已经脱掉了，有些我还在扯，有些我甚至还没找到拉链在哪儿，但至少我开始脱了。而开始脱这个动作本身已经让我肩膀松了不少。我现在想在这里转一个弯，前面说了这么多，你要放下，你可能心里已经有一个疑问了，我放了之后谁来接？对，这才是那个核心问题。你之所以死死攥着不放，不是你不想松手，是你松手之前需要先确认有人在下面接着，你需要一个担保，你需要一个承诺，你需要有人告诉你松手吧，我在。好，我给你讲最后一个人，这个人藏在《列王记下》第4章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故事在讲台上被提起的概率非常低，但它是整本圣经里我觉得最温柔的场景之一。那是一个寡妇，她丈夫死了，丈夫生前欠了债。在古代以色列，如果你还不起债，债主有权把你的孩子带走去做奴隶。你想象一下她的处境，她失去了丈夫，她即将失去孩子，她手里什么都没有。她跑去找先知以利沙，她没有假装坚强，没有说我还能撑，她直接说了一句话，你仆人我丈夫死了。她是敬畏耶和华的，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2个儿子做奴仆，就这么直白，没有修饰，没有铺垫。她把自己最惨的底牌全部摊在桌面上了。以利沙问了她一句话，这句话我觉得很关键。她问的不是你需要什么，她问的是你家里有什么。她说婢女家中除了1瓶油之外没有什么，1瓶油，就这些。以利沙没有说太少了，她没有叹气，她没有说那你去找别人吧，她说你去外面向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然后关上门，你和你儿子在里面，把油倒在所有器皿里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。你注意他的措辞，不要少借，这完全不合逻辑。你只有1瓶油，借一屋子空罐子干什么？你倒到第2个罐子的时候就该见底了。但他照做了，他和2个儿子把门关上，他开始倒。第1个罐子满了，油没有停；第2个罐子满了，油还是没有停；第3个、第4个、第5个，他一直倒，一直倒，油从那个小瓶子里像没有尽头一样涌出来，直到所有借来的罐子全部倒满。他对儿子说，再给我1个器皿。儿子说，再没有器皿了，油才停了。你知道这个故事最让我震动的地方在哪里吗？不是油没有用完，是油停下来的那个时刻。油不是在够了的时候停的，它是在没有更多空罐子的时候停的。如果他多借了1个罐子，油就会多倒1个；如果他多借了10个，油就会多倒10个。
供应的大小不取决于他手里有多少油，取决于他腾出了多少空间来接。你听到了吗？供应的大小取决于你腾出了多少空间来接。你现在的问题不是你手里的东西不够，你的问题是你的空间全被占满了。你的手里攥着别人的负担，别人的期待，别人的情绪，别人的问题，你攥得满满当当的，连一根手指的缝隙都没有留。上帝的供应站在你面前，准备往里倒，但他往哪儿倒？你没有空器皿了，你全部装满了，装的全是别人的东西。你把自己变成了所有人的容器，唯独没有给自己留一个空罐子。那瓶油一直都在，供应一直都在，不够的不是油，不够的是你手里的空间。所以今天我不是在跟你说加油，加油是这世界上最偷懒的鼓励，说出口不费力，听进去没分量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腾出来，把手里不属于你的东西放下来，把那些你硬撑着的角色脱掉，把那些你替别人跑着的后台程序关掉。不是因为那些东西不重要，是因为你的手需要空出来，去接那些真正属于你的东西。你的手空了，不是贫穷，是预备。就像那个寡妇，她进去倒油之前做了一件事，关上门。她把外面的世界隔在门外了，债主的催逼隔在外面了，邻居的眼光隔在外面了，你一个寡妇能做什么的质疑隔在外面了。她关上门，和她的孩子在一起，在一个安静的没有任何人打扰的空间里开始倒。你也需要一扇门，你需要一个时刻把所有人的声音关在外面，关掉那些你应该怎样，你为什么不能，你还不够努力的噪音，关掉你脑子里那个替37个人操心的后台程序。在那个安静的房间里，你会听到一个声音，不是别人的声音，也不是你自己焦虑的回响，是一个从更深处来的声音。那个声音不会说再加把劲，那个声音说的是够了，你做的够多了，该你歇了，接下来的事我来。我现在想做一件事，从这里开始，我想把这些话转向另一个方向。前面这些都是我在跟你聊天，接下来我想替你说几句话，不是对你说，是替你说。因为有些话你心里装了很久了，但你从来没有开口说出来过。你不敢说，你觉得说出来会显得自己软弱，你觉得说出来就意味着你承认了，你撑不住了。但今天这里没有别人，你不需要撑，不需要表演，不需要状态在线，就是你，一个走了很远，背了很久，今天终于允许自己停一停的人。你准备好了吗？那我替你开口了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起这个头，你看到了，我连祷告都想打草稿，我连跟你说话都在想措辞对不对，够不够诚恳，会不会太直接了。你看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对所有人都在管理自己的表达，对你也是。但今天我不想管了，今天我替屏幕前面的人说几句真话，不是那种整理好的体面的真话，是那种从嗓子眼里硬挤出来的带着喘气声的真话。第一句，他累了，他不想动，不是懒，是他的系统已经在超负荷运转了很久很久，长久到他以为这种状态就是正常的。他从来不说，别人问他最近怎么样，他说还行。别人说你是不是太拼了，他说没事，习惯了。他习惯了，他真的习惯了，他习惯到连自己都忘了，他不是铁打的。主啊，你能不能碰他一下，不用碰很重，就轻轻的，让他的身体想起来累了是可以停的，让他知道习惯了不等于应该的，让他不用那么努力的假装什么都扛得住，他扛得够多了，真的够多了。第二句稍微难一点，他生气，他不太敢承认这件事，因为他是好人，好人不生气，好人理解别人，好人体谅所有人的难处，好人永远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。但他心里有一团火，一团他压了很久的火。他生气的是，他为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事，但很少有人问过他，你呢？你怎么样？你需不需要谁帮你扛一下？他替所有人挡风，但风吹到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身后是空的，没有人。他不敢生气，因为一旦生气就意味着
我付出是为了被回报的，那就显得他不够无私了。但主啊，你知道的，他不是在要回报，他只是想被看见，他只是想偶尔有一个人不是来找他帮忙的，而是来陪他坐一会儿的。主耶稣，你能不能让他知道他可以生气，在你面前生气不丢人，你不会因为他发了脾气就觉得他信心不好，你又不是那种你哭了我就扣你分的上司，你是那种他摔了杯子你也不走的人。第3句，这句最重，他怕放手。我知道今天说了很多放下、脱掉、交出去，他听进去了，他的眼眶可能都有一点热了，但他心里还有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压得很低，说的话很短，但比什么都沉。那个声音说的是，万一我放了之后没有人接呢？他怕他松手的那一秒，所有东西掉在地上，碎了散了，没有人帮忙捡。他怕他不再有用之后，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。他怕空出来的双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他怕安静下来之后，那种空会把他吞掉。主耶稣，这个人把你当最后一根绳子了，他攥了那么久别人的东西，今天他试着松手了，松手之后他的手是空的，是抖的，指关节上还有攥出来的印子。你能不能握住它，不用使多大劲，就像那个寡妇关上门之后，在安静的房间里，油从那个小瓶子里涌出来，你能不能也往他空出来的手里倒一点什么？不用是一个很大的神迹，一个信号就好，一个让他知道我放手了，但我没有掉下去的信号，就一个，他接得住。最后一件事，这件事不是求，是交。主耶稣，他今天交给你3样东西。第一样，那件湿透的大衣，他穿了太久了，今天他拖到门口了，他不想再穿回去了。你能不能帮他把那件大衣收走，收到一个他找不到的地方？因为他知道自己，他明天醒过来可能又想穿回去了，习惯太重了，比大衣还重，所以你替他收着，别让他找到。第二样，那套战衣，那些别人期待他穿的壳子，他以前觉得脱掉它是对不起谁，但今天他想明白一件事，穿着别人的盔甲打不赢仗，他脱了。他选了自己的5块石头，石头小，石头轻，但石头是他自己的。你让他带着那5块石头上路。第3样，那个够不够的计算器，那个计算器在他脑子里想了太多年了，每次他想做一点什么，那个声音就跳出来说，不够的，差太远了，你就这点能力。今天他把计算器也交了，够不够的问题他不算了。他学那个小孩，摊开手掌，把他手里仅有的东西递过去，剩下的你来。主啊，你不是来帮他扛的，你是来帮他分辨的，哪些是他的路上自带的分量，哪些是他从别人路上捡来的累赘。前者他走得动，你陪他走；后者你替他拿走，拿远一点，他的手空了。第一次是空的，你往里面倒吧，他准备好了。阿们。祷告结束了，你还好吗？你还在这里，我就知道你还好。我今天没有给你什么大道理，我也没有给你一套3步走的行动方案。我知道你不缺方法论，你缺的是许可，一个允许你放手的许可，一个告诉你你不用什么都扛的许可，一个在你说出我撑不住了之后不会皱眉头的声音。今天这40分钟就是那张许可证，你可以把它揣在兜里。下次你又开始习惯性的接过别人的重担，开始替所有人操心，开始觉得我不做就没人做了的时候，摸一摸兜里那张东西，提醒自己，替所有人撑伞是善良，但你淋了太久的雨了，该有人替你撑了，而那个人早就站在你身后了，你只是一直没有转过身去看。今天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如果刚才这段时间里有任何一句话碰到了你心里某个角落，你不用告诉我是哪句话，你就在评论区写2个字，阿们。不是对上帝说的，是你对自己说的。你扛得够了，你撑得够了，你替别人跑的后台程序够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可以开始关掉那些不属于你的进程了，你可以开始还回那些不适合你的战衣了，
你可以开始把手里攥着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摊开来看，哪些是你的留下，哪些不是你的轻轻放在路边。你不是变冷了，你是终于开始分得清了。能分清什么该背什么该放的人，比什么都背的人走得更远。还有一件事，你听完之后想一个人，就一个，你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那张脸，那个人跟你一样什么都扛，什么都不说，问他怎么样永远说还行。把这段视频的链接发给他，不用附任何文字，不用说我觉得你需要听听这个，不用解释，就发过去。他点开的那一刻，你就替他做了一件事，你让他知道有一个人注意到他背上的东西了。有时候一个人最需要的不是有人帮他减轻重量，是有人看见那个重量的存在。你看见了，那就发过去吧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见，阿们。